嗨，我是 Yuna，今天呢又要来做粉底的实测啦。那要实测的主角呢，就是这块我非常爱的 Make Up For Ever 的柔雾空气粉饼，再加上他们家新推出的黑特雾微雾轻感粉喷雾。那如果你对他们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咯。说到柔雾空气粉饼呢，其实在它刚上市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使用过了，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喜欢，因为我自己是干性肌肤，所以我以前一直对粉饼有一个迷思，就是我觉得干性肌肤就是不能用粉饼类的产品，因为会很干。但是呢，自从我用到柔雾空气粉饼之后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发现，原来干肌也可以用粉饼。所以它目前还是我心中最好用的粉饼第一名。那这瓶黑特雾呢，是 Make Up For Ever 新推出的定妆喷雾跟补妆神器，听起来会有点新奇哦，觉得怎么喷雾可以用来补妆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有细微的无色雾面粉末，所以在你脸部出油的时候啊，可能你当下没有时间拿出你的粉饼来补妆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瓶黑特雾喷在你出油的地方，那它里面的雾面粉末呢，就可以帮助你吸油，解决满脸油光的尴尬情况。那今天呢，我就会使用这2样底妆产品来完成我的妆容，然后来实测至少8个小时的时间，让你们看一下它的整个持妆表现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咯。那柔雾空气粉饼，它里面附的这一块柔雾空气粉扑也非常的特别，它是有双面的设计的。黑色这一面呢，它是摸起来非常柔软的乳胶质地，它不但上出来的妆感会比较遮瑕之外呢，还有吸油的功能，所以它用来补妆吸油的话是非常适合的。那白色的这一面呢，是很细致的天鹅绒质地，它呈现出来的妆感就会更加的轻薄自然。那我今天就是两边脸各用一种质地来上妆，让你们看一下两边呈现出来的妆感差别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粉饼的粉质，它的粉啊非常的细致，而且摸起来是很丝滑的那种感觉。那我们把粉放在虎口看一下它的服帖度。有没有非常的服帖，而且修饰细纹的能力相当的好哦。我先用黑色的这一面，它的取粉力很强，像这样轻轻的点一下，有看到吗？上面就沾了很多的粉了，所以呢，你沾的时候只要这样轻轻的滑过去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沾得很大力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脸颊这边让你们看一下它的修饰力，看到吗？它的遮瑕度是很不错的哦。那我自己习惯是先全脸上一层薄薄的粉饼之后，再来做局部的遮瑕。好，现在这个是薄薄的上一层的效果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局部的叠加遮瑕度，有看到吗？刚刚那个红疤在叠加第2层之后，它的遮瑕度大概可以达到7、8成左右，是很高的哦。因为我的用的色号是很白的，所以它这样的遮瑕表现真的是很好的。还有眼周也可以再加强一下，它这样子叠也不会觉得眼周会干或是很厚重的感觉。那因为我的瑕疵本来就是比较严重的，所以没有办法遮到非常的完美，可能还要搭配一点遮瑕膏。但如果你的瑕疵没有我这么严重的话，我觉得可以遮到大概有9成的遮瑕度哦。那在黑眼圈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它修饰的也很好。那它让我最满意的地方啊，是它对于毛孔的修饰力。你们看这个原本的毛孔很粗大很明显，对不对？但上了粉底的这一边，整个被柔胶雾化到一个几乎零毛孔的状态。我没有使用任何的妆前打底产品哦，这个粉饼对于毛孔的修饰力真的太强了。另一边呢，我们就来用天鹅绒的这一面，好，一样是轻轻的沾，看一下这一块瑕疵。当然它的妆感会比较轻薄，但是它的遮瑕力还是有维持一定的程度的。天鹅绒的这面上出来的妆感呢，我觉得会更细致，很像是用蜜粉、松粉来上妆的那种感觉。像我这边的瑕疵没有那么深，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它整体来说还是可以遮到有7、8成，就是薄薄上一层的状态哦。
那我想让你们近看一下它在眼周呈现的妆感，我觉得它非常的服帖细致，而且不会有干燥卡细纹的感觉，因为它有添加植物精油，所以它可以有很好的保湿度跟皮肤融合，然后在精油挥发之后呢，它又可以让皮肤保持一个很透气干爽的状态。那因为我过敏常常擤鼻涕嘛，所以我的鼻翼很容易会脱皮，但是这一边呢是没有脱皮的状态的。那这边有一点点，但是也不严重。以粉饼来说，算是表现得非常好了。底妆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来定妆，呈现它的控油度。所以我今天只会喷一半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比较一下两边的出油状况。你使用之前呢，要把它摇一摇，里面有一个小珠珠，有听到吗？那它打开之后呢，就是这样子的喷头。那它有一个香味，就是 Make Up Forever 他们家的香味。有用过他们家的产品，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就是一闻就知道是他们家的那一个味道。然后现在呢，先让它稍微的干一下。好，等它干了之后呢，就会变成一个雾面的妆感。那虽然视觉上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你喷过喷雾的这一边，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紧紧的感觉，但不是很用力的扒住你的脸的那种紧，是一点点微微这样子紧紧的收紧的感觉。那近看一下它喷了喷雾之后的妆感，还是保湿度很好的。那我现在先去完成其他的妆容，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实测咯。好，我现在化完妆啦，那我一样没有上任何的腮红修容打亮。那我觉得现在有喷过喷雾的这一边比较雾感一点，然后没有喷过的地方亮泽感多一点点，但是整体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。那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2点36分，我们就算是12点半开始记录，那我们就晚点再见咯。好，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47分，那整个底妆目前这样看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但如果两边来比较的话呢，你们会发现没有喷过定妆喷雾的这边呢，已经有一点点的出油了，这边，但是真的是很一点点啦，毕竟我也是干肌。然后在颜色的方面呢，没有喷过的这一边稍微偏黄了一点点，感觉到吗？你要两边比较才看得出来，这个地方比较偏黄一点点，但是有喷过的这一边呢，真的是太厉害了吧，完全跟刚上妆的时候没两样。你们看，完全没有暗沉，然后完全没有任何遮瑕度变低还是出油的问题，一点油都没有出欸。那我们就晚点再来记录，因为现在我也看不出什么差别，那就晚点见咯。好，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8点33分。你们看这个底妆是不是真的很夸张？8小时了耶！现在这个一个人与人的距离看呢，完全没有明显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没有暗沉的状况，整个底妆还是非常明亮的。我们先看没有喷过定妆喷雾的这一边，我觉得它的遮瑕度有稍微掉一点，在瑕疵的地方真的是掉一点点而已。然后这个地方有出油，看得出来吗？是亮的。出油过的地方啊，它的妆感有稍微偏弱一点点，然后色调偏黄一点点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有喷定妆喷雾的这一边呢，真的超夸张，它跟我刚上妆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你们看，遮瑕都还在，然后整体几乎没有什么出油，8个小时了没有出油，然后这个毛孔的地方啊，遮瑕度还是遮得很好。我拉近给你们看好了。你们看啊，这边有喷定妆喷雾的地方啊，它的毛孔修饰大概只有掉了1层而已吧。然后没有喷的地方是比较明显的有显出来，因为它有出油了嘛。那鼻翼的部分遮瑕度已经掉了，是因为我一直在擤鼻涕，真的非常的抱歉，我就是个严重过敏儿，所以鼻翼的部分遮瑕度请先不要参考。而且你们看哦，这边虽然有出油，对不对？但是完全没有浮粉、卡粉斑驳的情况，它就真的只是出油而已。那现在这边的油光呢，我用这个黑特雾来稍微的喷一下，让你们看一下它用来补妆的效果。看一下这个油光。
好，现在干了之后，有没有觉得它从刚刚的油光感变成一个肌肤自然光泽的感觉？它不会变回跟你刚上妆一样那么雾面，但是它就帮你把这个油光感减弱，让你不要好像油腻腻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我刚化完妆的时候就喷了这个喷雾的这一边，根本就不需要补啊，因为它的控油力真的很好，完全没有出油。也许如果你是油肌的话呢，就会需要在后续的补妆，但我觉得也非常的方便，你就是喷一喷就可以把油光给减弱，真的是蛮方便的一个设计。好，那这2样东西有多厉害，应该不需要我再说明了吧？你们在镜头前面就看得很清楚了。那最后呢，要教大家一个在购买这些商品的时候还可以得到回馈点数的好方法，就是使用赖购物来下单。首先呢，打开你的赖，找到右下角的钱包，那上面就会有很多选项嘛，有什么转账啊、扫描啊、我的条码等等等的。那你就找到赖购物，点进去。那点进去之后呢，就会有很多的品牌啊，跟一些商品让你去选择。那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的搜寻栏找你想要的东西。例如呢，我想要找 Make Up For Ever，就跳出来 Make Up For Ever， 然后后面告诉你说会有 Line Point 5% 回馈，然后就点进去。好，下面就有很多商品让你挑选。那例如说，我今天想要买柔雾空气粉饼，好了，我就点进去，它就会帮你导向你要购买的网页。好，网页跳出来之后呢，这时候你就在这个地方下单，你就可以获得 Line Point 的回馈了。记得要在这个网页下单，不能再按上面有一个立即使用官方 App。如果你开启 App 使用的话呢，你就不会得到 Line Point 的回馈，这样懂吼？一定要在这一个页面下单。那这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购物的时候也赚取一些回馈金的小方法，分享给大家咯。那今天的粉底实测就到这边咯，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订阅哦，拜拜。